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是谁沉睡了数千年，又惊的是哪个天下呢？今天我们的三星堆博物馆第2期就一起走进它的青铜馆，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大面具啊，不过呢，它显然不是戴在人脸上的。你看这个面具都快有20个脸大了，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馆里的青铜器大多是祭祀坑出土的，那肯定是祭祀用的呗。不过呢，那些眼睛凸出来的青铜面具在哪儿呢？这就来了，青铜纵目面具。根据它的大小呢，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来，这东西呢，它不是戴在人脸上的。那这些巨大的面具是怎么用的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些大面具都有一个共同点，上面呢会有一些方形的孔洞。于是考古学家就猜测啊，说这些面具是祭祀的时候挂在什么地方的。有点像欧洲贵族挂在墙上的那些鹿头，有没有？那我们不能光看大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些正常尺寸的。来，这一排青铜人手像，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高矮胖瘦，你想要的类型它全都有。不仅是体型、发型和长相不一样，甚至还出现了等级之分。你看右边这4个，脸上盖上了金面具，明显级别要比刚刚那几位高一点，估计大小啊也是个管事儿的。再往上走啊，就是出土的一些三星堆后期的青铜器文物了。那么实际上呢，从这个馆里面啊，尤其是2、3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原文化呀，对于三星堆这个文化的影响。那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到点了啊，该吃饭，我们先去吃饭。趁着我们吃饭前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来详细的去梳理一下我们视频开头提出的2个问题：是谁沉睡了数千年，又惊的是哪个天下呢？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三星堆文明从它的制造工艺，从它的文化发展上来讲，到底是不是远超中原文明的东亚文明最高成就呢？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有3个重要的标志：1是文字的出现，2是国家的建立，3就是金属器具的使用。在这3个标志中，因为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出现的年代最早，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当一个人类社会跨入青铜时代，就证明这个社会进入到了文明社会。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和华夏文明皆是如此。当然，三星堆所代表的古蜀文明也不例外。所以是谁沉睡了数千年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在1986年，在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和金器，因为它标志着古蜀文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进入到了文明社会。而这个时间，经过科学家们对这些器具的碳14测序，可以断定这个时代是在商中晚期。对比中原地区在夏代晚期已经出现了青铜器的遗迹，那么三星堆的这个年代明显要晚上大概300-500年的样子。什么？你说青铜器金属的这个碳14测序不准确是吗？你可别忘了啊！在1号祭祀坑和2号祭祀坑里面还同时出土了象牙。如果你说无机物的碳14测序的误差值在200到300年，那有机物象牙的误差值就大概也只有几十年。所以由此可以看出，古蜀国跨入到文明社会呢是晚于中原地区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三星堆文明没有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器，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大。比如我们上一期看到的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以及我们这一集看到的大型青铜面具等等，都是非常庞大的青铜器具，甚至还有好几个世界之最。而这也正好符合了商代青铜器的特点。有很多的考古学家认为呢，商代青铜器的制造工艺达到了同时代文明的巅峰。以司母戊鼎为代表的一大批青铜器，不仅体型庞大，而且制造工艺精良，是后来的周代青铜器始终无法超越的顶峰。那你可能会问了，像并不代表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啊！不要只盯着这几件大件的青铜器，在同期出土的青铜器当中，还有尊、雷等等这些中原文明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比如说综合馆的这件龙虎尊，它的造型、花纹和安徽阜阳出土的那件龙虎尊都非常的相似，全中国也就这么2件。这就足够说明了中原地区和古蜀地区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广泛的联系。但是仅仅是有联系还是不够的，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500年。还记得上一期我们提到过的十方桂园桥遗址吗？这个遗址呢是现在目前成都平原上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古蜀文明的遗存。在这个遗址当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器物就是尖底陶罐，而这种陶罐
可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典型器具。后来又在从西北地区到成都平原的汶川、礼县这些地方找到了仰韶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彩陶。因此，考古学家推定，在大约距今5300年前，有一群来自西北仰韶文化的先民们曾经穿越了秦岭，沿白龙江流域南下，穿过汶川和礼县地区，再顺岷江南下，到达了成都平原。这些呢，都是专家们通过我们现有的考古发掘所推断出的结论。如果大家重新去翻这本《华阳国志》的话，会发现还有更有意思的记载在里面。蜀之为国，诏于仁皇，与巴同幼，至皇帝，为其子昌亦许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是为侯伯，立夏、商、周武王伐纣，属与焉。虽然不知道这群到达成都平原的先民们是不是皇帝的后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来到了一个天气和环境都完全不同的地方，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模式，调整了各种工具和生活用具，最终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让这群先民们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形式，逐渐成为了成都平原上占主导力量的族群，形成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孕育出了三星堆的早期文明。所以我们话题拉回来，三星堆的出现并不是引起了什么中华文明源头之争，而是恰好又印证了中华文明它就是一个多元融合、兼容并包的文明体。那么因此，经天下经的是哪个天下呢？经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天下。